比特币出现风险信号了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着去。我们可以发现呢，目前我已经将比特币的仓位给全部平仓了，那以太坊呢，还是留有部分的仓位的。你可以发现现在的以结盈亏呢，已经减少了。为什么呢？因为啊，它是用比特币去计算以结盈亏的，所以其实这些比特币呢，已经在24000、25000的位置已经被我卖掉。那现在只剩下一点点的仓位，我就把它给全部平掉了，跟他说拜拜了，拜拜。好，那我就只剩下以太坊的仓位了。那现在呢，我还有加仓的以太坊多单，我是加在2400左右的这个位置。那现在呢，利润也已经大幅回撤，因为现在比特币也下跌了。当然，比特币下跌的时候也带崩了以太坊啊。那山寨币的话呢，反而有走的比之前要来的更健康。如果你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Bybit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现金就是可以直接提币走了。那 BigGet 你只要 KYC 就好，就可以拿到$15的现金哦，一样是可以提币的。好，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而且呢，我们这次会着重在周线级别，因为我认为呢，从周线级别我们可以读出很多我认为很重要的信号。首先呢，我们在周线上，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已经收出了一根长长的上影线的 K 线。那这根 K 线我认为是非常看空的，因为你可以观察到呢，这根 K 线啊，它的量能是我们自从$25000上涨以来最大的量能，最大，而且它是阴线的，而且它是收在最顶部，而且它收了长长的上影线，这个是我们在之前所没有见过的。那通常这个信号呢，它确实是一个很看空的信号，甚至很多时候呢，它会是一个顶部的信号。比如说呢，我们还在2019年的时候呢，有见过这个信号。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最顶部的时候，我们的周线那收的不也跟现在很类似吗？也就是长长的上影线，而且出现在最顶部，而且呢，我们这根的量能呢是上涨以来的最大量。我认为这个信号呢，就是主力在抛货的信号了。那我们现在呢，其实也出现了，而且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下跌呢，这个阴线啊，跟前面的阴线其实它有根本上的不同的。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根阴线跟我们前面的下跌呢。那首先呢，我们前面的下跌啊，它跌幅不会有这么夸张的大。那最重要的呢，你可以观察一下量能哦。之前我们无论是这里回调的时候的量能，还是我们碰到了3万之后回调的量能呢，都远远没有来的我们这根阴线来的那么大。尤其这个阴线它怎么算大呢？其实量能它都是比较出来，它都是相较出来的。它跟我们前面上涨的阳线相较起来啊，它的量能是很大的啊，它的量是很大的，跟前面呢其实就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所以我认为这根 K 线呢，它很关键，因为它是一根呢在顶部长上影线，而且量能很大，很看空的阴线。这样讲或许呢还有点不具体，我们可以再举一个更实际的例子，更切身的例子，就是 TRB 啦。你可以观察到我们如果把这2根 K 线合起来，那这会什么情况呢？长长的上影线，而且出现在最顶部，而且呢，它爆出了我们这段上涨以来的巨量。那我们当时在讲 TRB 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说的呢？当时大概回到了200左右吧，我们就有谈到这个币不能再碰了，因为主力呢已经在最顶部的位置已经出货完成了。那你可以看到现在呢，它也是死的。那虽然说山寨币最近是有一点点的行情啊，但总体来说还是在下跌。我认为现在玩山寨币呢是很有风险的。唯一还有一点涨幅，还有点看头的呢，真的就只剩下是铭文项目而已啊，就是一样我们之前强调的那些币种 ，Sets、Rats 等等的 IMX、Metis 等等的这些币种呢，它才有那么一点涨幅。那其他的其实也很不值得玩了。那现在我们也不着重在山寨币身上。好，那大家还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呢，就是其实我们如果在多头走势当中呢，通常它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阴线，通常是不会的。那我认为呢，如果我们这次要调整，并且我们再重新上涨的话，它至少也要回到382，也就是大概在4万左右的这个位置，我们才有机会再重新整理，然后向上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之前我们在上涨的时候，我们在多头行情当中呢，我们是比较不会出现这么大根的阴线的。你可以看我们这里的表现，量能表现的情况除非呢我们真的已经转成空头了，转成空头之后呢，我们才会出现这种空头呢它主导市场，它占有优势的这样的行为。那你又可以看到我们更前面的地方，其实一直都是这样的。我们至少在这波多头走势当中呢，它不会出现空头占有优势的情形除非我们已经到顶部了，甚至开始下跌了，那么我们空头的优势呢才会慢慢的显现出来，而且会很明显。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周线有没有出现我们上述所说的这些情况。
那都讲到周线，我们必须说一下波浪理论因为现在我们基本上呢已经把仓位给平仓了，那事后也可以验证我们平仓的地方呢，它正是很接近于底部的，很接近于顶部的位置了，非常接近。而且我们平仓的时候是开着直播的时候平仓大概在46000左右，甚至46000再高一点的地方。那其实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呢，也还 OK 了，其实也还 OK 了。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波浪的部分，因为波浪它可以帮我们搞清楚市场会怎么走，尤其是结构，这个非常关键我们来到周线，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上一次的多头行情，我们是怎么开启的，还有怎么结束的？你可以观察到，我们从最底部开始，第一波上涨的它是小牛，然后我们第二波回调312有一个黑天鹅事件，突发性事件，而且回调的深度呢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基本上把整轮小牛的涨幅都给吞没了。然后第三浪呢是减半之后的行情，是我们最值得把握的，是最有机会赚到钱的，也是最容易赚到钱的。那第四浪的回调就是我们519的那一次，然后第五浪呢就是最后的疯狂，最后的上涨。那这5浪呢就构成了我们上一轮牛市的所有波段。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轮吧，我们这一轮会怎么走呢？基本上要看我们这轮小牛它是走3浪还是走5浪但我认为呢，我们小牛到这边就直接结束的这个几率呢是比较大的，因为如果说我们在这里还要再去走5浪的话就是这样走5浪，这样走5浪那么我们会超过过往的周期上面的时间限制，比如说减半期比如说减半之后的行情比如说减半之前杀多头杠杆的行为，我们如果走5浪的话，就会跟之前走的完全不一样。当然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认为这个几率比较小。那我认为呢，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呢是走完了第一浪而已，就是小牛结束，然后我们2浪会有个回调，会回调到什么位置不知道，可能是25000，可能是3万，不一定那重结构不重点位嘛。好，那我们3浪呢开启我们的减半大牛之后，然后有个4浪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有5浪，然后再冲一个顶峰。那有人可能会说了，为什么我们2浪不是在前面这个地方呢？它不会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回调的幅度呢，它其实太短了，中间这个回调的幅度太短了，它跟之前是完全无法匹配的。你可以观察到，我们中间的回调幅度呢，它在这个位置它只有22%左右而已但你可以看我们2浪的这种回调，它是相当可观的，有70%。当然，你可能会说，比特币的市值大，它不太会有这么大的跌幅了。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复盘一下我们的过往的历史。我们回到 index， 那这可以记录的比特币所有的历史数据。你可以观察到这里，它曾经出现很大的回调，在减半之前。然后呢，我们在这里也是的，也就是至少要出现这样子的跌幅，它才算是比较合理的情况49%、50%。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它又出现很深的跌幅也就是我们以当前从3万。一直到25000的这段跌幅呢，它是无法构成第2浪的，因为太短了，时间上其实也不合，那我们就可以基本上排除这种可能了。所以，我们最终牛市的5浪呢，它是不可能走成这样子的，这样只有可能是小牛，最终是不可能这样走，这样也是完全无法符合时间周期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到依据我们比特币的牛市周期4年一轮，要到2025年的年底，我们才会走到顶峰那么这样子一画的话，我们的5浪呢，或者说这个4浪回调就会显得过于长，显得过于不合理，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这种可能。好，那我们再回到比特币的图表上吧。我们再小一个级别，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日线上，它也是爆出了非常大的量能尤其是我们这段上涨以来的最大的量能，而且在顶部出现，我认为这个是很危险的信号。那现在已经来到趋势线附近了，如果这个趋势线被跌破的话，基本上我们这段上涨就可以完全的宣告结束，那你说它有没有可能再继续上攻呢？其实还是有可能的，只是呢，我们这个回调一定要充分的回调之后，那才有可能迎接下一波的上涨。那现在其实假日，你可能会说它下来，它怎么不继续跌下去呢？这个是很合理的，因为我们在假日的时候呢，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太大的波动。如果出现太大的波动的话，那这个波动反而是不可相信的。那我认为呢，我们在6日的表现绝对不会不符合预期的，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 CME， 你可以发现呢，基本上它原本的溢价呢已经被完全消除了，那现在在的这个点位，如果说我们在假日出行情的话，那它会产生缺口，然后又要回来回补，就会变得很不真实。所以其实我们要看比特币周一
的价格变化才是至关重要的，才是我们接下来要非常非常注意的。那最后呢，我们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以太坊身上。如果说接下来比特币它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反弹的行情的话，我认为反弹的时候就会是以太坊涨得最疯狂的时候。这个呢，我们可以稍微复盘一下一个历史的经验。那我们回到周线上，周线是很大的级别，我们可以观察到呢，我们当时以太坊在冲锋的时候，它来到最高点的时候呢，它是在什么样的价位？它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价位呢？在5月10号。5月10号以太坊才创出顶峰哦。那么在5月10号之前呢，可能要从4月底以太坊才开始冲锋哦。4月底以太坊才开始冲锋，5月初以太坊才到达顶峰。但各位不要忘记了，这个时候比特币呢，早在3、4月份就到达顶峰了。我们回到比特币的周线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呢，当时比特币的行情你可以观察到，基本上呢，我们顶峰是在什么位置？我们顶峰是在4月初就到达顶峰了。以太坊则要到达5月初，5月初比特币都开始下跌了，所以比特币呢，其实当时的行情是创出顶峰之后下跌，然后开始反弹，反弹的过程，以太坊疯狂暴涨，创造出新高，甚至比比特币的要涨得高的多得多得多，等于比特币几乎没动，但以太坊呢突破天际了，翻倍了，真的是翻倍了，绝对不夸张。然后比特币开始崩盘的时候呢，当然以太坊也跟着崩盘了，但是以太坊它最疯狂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比特币下跌之后的反弹。那我认为我们现在呢也有可能出现这样子的行情，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好风险，因为以太坊的波动比较大，我们必须把止损设的稍微宽一点，然后仓位呢再放低一点，这样才有机会吃到利润。尤其现在呢，我认为我们之前所说的风险呢已经出现了，我们之前就有谈到这样的阻力。那现在呢，我们下破这个阻力之后呢，它把原本的支撑下破这个支撑之后呢，我们把原本的支撑又踩成阻力了，甚至往下。那我认为这个是比较不好的情形。那当然，最后还是看比特币怎么走，怎么波动，这个才是我们现在最为关心的。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